再来看到重量、比重，这边也是讲一些基本概念。它应该这边给新手看或是初学者看也是比较好的。但我觉得它塞了太多 GLSL 的观念在里面，有点混合，有点你不懂 GLSL，或是你不是从其他软体跳过来的，其实也蛮难懂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点两难。他写的是，这个比重通常会是0到1啊，通常有时候会超过或是做什么的，是我自己是觉得不好的习惯。但他这边先定调说，通常是0到1啊，我自己觉得最好还是你自己在做东西的时候，还是把它定在 normalize 的情况，就是0到1的情况啦。他这边是拉了一个 tube， 给它拉应该是很长才对。然后 transform 没有，它是透过 transform 给它 scale 之后，再去加一个 normalize， 也就是把它的 xyz 的 point 给它缩到0到1。我们偷看一下它的数值，会有它 point 是超过1的 point， 然后跟 normalize 只会是0到1的这些数值，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去取得最大值、最小值跟等比的方法。你是0到1的话，你是一个数字，你可以直接乘上它这个 normalize 的数字，就会是你要的值。所以呢，它这边 transform， 它用一个 transform 的参数去把它的比重套上 x 的 normalize， 什么意思？我们看它 rotate 了261，也就是沿着 x 轴，以 x 轴为主旋转261，那头跟尾的 normalize 就会是0到1，因为我们上面正交画过，所以我们先从0开始看好了，从0然后去旋转，你就发现头不转，这边是0，这边是1，然后最尾端会是转56，那中间就依此列推是0到56度这样，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如果你可以单独去旋转一个形体的长相，稍微画一下。但是当时这样的，它从这边0到1的情况，你不转的情况，左前后都会是0，然后你去转它的时候，就会从0，因为它选择是 normalize 0x 轴向，所以我们用正规划后，这边会是0，然后数字是1，它会去乘上你的这边的度数，我这边还是420，所以中间你是0.5的话，它就会是210嘛，所以中间会是210，以此类推，做到0，就会形成一个螺旋状。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子，比重的概念是可以根据点不同去操作不同的事情的。那由于我们正规化的东西是 x 轴，所以它中间的渐变是不会有断层的。如果你是随机啊还是什么的，它的点就会跟点很明显的会有那个错位的 noise 的 glitch 出现，然后再将它的这一个图形按照它现在的长相再去做 normal， 会让它的显色更正确一点。第二个是一个 twist。它根据 x 轴去旋转，那意思可能差不多，也就是我越偏离越远的地方，它的扭力会越大。我们先调成0，然后慢慢的往前转，这边是0的位置，所以当我扭的越大的时候，前面会越多圈。所以这边不同的概念是，这边走一圈，这个是只有一圈，调好360， 180就好。它转了半圈，也就是转180度，你可以明显看出来是一个长相。但这边的话会是我头要转多少度，然后我到尾是转几圈，这个概念不太一样，所以会导致它前后的密度长得不一样，不一致。然后这个是一致的，线性的0到1，这个看看就好，这个概念有点太细了。那另外一个也是去转它的，去改变一下它的主要跟次要的走向。这边是纯 x， 然后这边是弯曲。主要是 x， 然后往向上弯 y 这样子，所以就会是我们把它拉回0，就会是你如果原本的值，我们这个 normalize 是原本的值，它会依附在这个点上面，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你这一次的动作而改变。当然你可以经过2次、3次的重新把它校正，也就是你 twist 完之后再去做 normalize 是可以做其他效果啦。但这边就先讲解一次性的长相，你把它的 x当成是你的强度的这个数值放进去之后，它往 x 轴向往 y 去做弯折的动作，这样，所以就是你的 x 原本的越大，它会弯得越夸张，这样，但它不会考虑它折弯后的位置啊，因为它的 normalize 是依附在点上面，而且这个数值是不会变动的，是前面就计算过的，这样。再来，它是用一个 container 叫做 pop view， 这应该是来自于这一个工具，这个它 pop 它写了2个工具给你做使用，所以这边应该是可以拖进来。他选择的是将这个 dot 的 normalize 去做显色，就会长这样，从0到1，比较好去理解目前点的参数的数值分布啊。这个在写
你在做大型的一些模拟，还是在做设计的时候，可能会很常要用到把这个东西拉很多个，然后摆在各个位置去参考它的各项指标现在分布状况是长什么样子，再来做下一步的判定哦。这边这一个范例，它现在有点继续在推你他们写的这个预览器哦。那这边先用一个 normalize 去将我们的 x 轴没做什么事 box 没做事，然后沿着 x 轴，它的第二个值是从 east up east down 是一个我们直接看把它拉出来看比较准一点，拉 chop 来看，把 p 删掉。它没有办法沿着哪一轴的样子哦，没关系，我们拉个 p 点 p0，我们拉沿着 x 轴，然后去 sort 它，根据我们的 p0这样可以。所以如果我们根据 p0从左侧到右侧的话，那这个 normalize box easy up down 就会是这样，上去再下来，然后你0的话就没有哦，它 none 就没有，然后 z 的话就会那么乱，是因为那个序列是上下左右乱跳的，所以就长这样。好，主要是看到中间这条，它要给你看到是它中间这条中型曲，不是中型曲线 ，easy up easy down 这样。它在推你看这个它的浏览器，它把它的 p 放进来，然后有一个 dot ring， 它把它选择这个 y 值 normal 来的 y 值，就会是中间是最大的嘛，然后左右两侧是最小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它复制一个出来看原本的长相。我们看到假设原本长这样，它是没有这一个 normalize 的这个 attribute， 所以我们假设我们直接去看它的 p0 好了，也就是 x 轴，你就会看到它自己会去正规化它的那个数值啊，就是右边是最大的，让你很明显知道哦，这个数值在右边是最大的这样，然后左边是最小的，就是给你看一下它的意思。我们看一下 y， 然后 z 这样，蛮方便的，但有密集恐惧症。那接下来也是去 transform， 这边是做一个移动、旋转加 scale， 有点复杂的长相，然后根据它的 x 轴的 normalize 0，那我们看一下这边选择是没有，你 x 是多少就多少，所以就是我 x 越大，它就会根据 y 轴，根据 z 这个 z 轴这样旋转下去，所以有点 bend 的弯曲的那个意思啊，我调一下，对吧？就是弯曲，根据 x 轴去做弯曲。再来，它选择这一次主要的这个参数，就是中间这个数值是最大的这样子，然后旋转会越大，然后 scale 也会越大，位移也会越大，这样依此类推的话，这边有一个我觉得它范例做的不是很好的地方是，你原本这个图形就是左右两边就是比较扁的了，你这边还用个 0.8， 这个效果可能看不出来。我们给它等下再来挑，所以我们挑一下，假设是这样子，你就会看到左右两侧的那个旋转是固定的，是不会是被定住的，它的比重是0，中间是1，这样。我觉得这个可能 0.3 看得出来吗？对，中间被缩放的很严重，然后左右两侧都都保持原来的值，中间去做渐变的情况，感觉这个比较明显一点。这样差不多，比重这个范例我觉得蛮好的。Map per point attribute to parameter， 这边是给一颗球，然后加一点之前讲的 pattern， 它用的方式是 random， 从0、1到-60，应该是一个度数，然后3轴随机，感觉就是要做一些旋转，再去转成 primitive， 以 primitive 的方式，然后把 primitive 给删掉，只保留点，把前面这些制作的框给删掉，只保留这些点，再去做运算。它去新增了一个，它在 pattern 这边把这一个随机函数称作 random speed， 所以是一个速度啊，不是角度。然后在数学这边把这个 input 的 random speed 呢，去乘上我的时间，也就是一个随机的东西去乘上跟我的时间去加成的话，就会得到一个速度等于时间。我是国中的话，它就是位移。所以这边在跟你讲的是，我这个东西去做计算之后，会得到一个位移，然后这个位移它把它写成是 angle， 也就是我要旋转的角度，我要旋转的量是长这样。那由于它有限制它的 random 的-60到60，所以它会锁在一个
照理来说，你乘上时间它会超出这个值啊，它所在负60跟60会先限定在一个范围，然后这边再去加一个 sin a， 也就是让这些值它会锁在，也就是让这些值会锁在一个-1到1之间，下面再用0、1去规范它放大41倍，所以这严格说起来是一个高度为41的一个图形。那最后再将它套入 RZ， 所以这个 angle 其实是先设的，也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其他值啊，只是它这边是设定它的 transform 的 RZ 去旋转。我们看一下 Z 是 GB 这种，所以它就沿着 Z 轴去做旋转的量会这样随机哦。然后这边它预设也会帮你套上那个，跟你说现在这个是什么值哦，我觉得是蛮好的。下一个 Sweetling Attribute Component， 这边纯粹给你一个节点叫 random， 那 random 摆进来就是去 output 你要出去的点0、1、2，然后它 size 选3，所以就会让它的颜色是随机的。然后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它这个是 line strip， 然后它有10个点，它每一个点的颜色是随机的，所以中间的线段的颜色的长相就会是渐变的。然后它这边跟你解释有2种，这种是标准的长相，这种是这种写法，或者是点 RBG， 就在 GLSL 里面比较常写的长相。下面的介绍就比较随性一点哦，它把这个 RGB 的颜色，假设它要 B 跟 R， 然后 map 到一个叫做 new 的一个参数里面。那么你进来的是2维、2维的，然后它出来是你没有特别指定，它产出来的就会是2维的这个 new 0跟1，那数值就会是它 map 的从0到1转成到0到 0.01， 所以是1%，所以这边就会是 X 的color 的，它是 BR， 所以是 RGB 这个 0.3 这个先，再来是 R。第一个 0.929 这个数字，再来是这个，所以就是简单的去转置一下它的顺序。下一个它就是乱转了 ，BRGR 转成 RGBA 这样，或是直接转出 color 也行，所以这2个意思应该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范例的时候，就发现有点问题哦，这个东西看不懂，是 I012， 这个就要去看一下它官方的解释了，这个真的超出常用范围了，所以它应该是写些什么？我们来看它 scope 的介绍。再来这个它的写法是比较不是一般的写法哦，它是用012这个管道去 RGB 去设成 RGB， 然后 alpha 值预设也是1，所以我猜这个就是去取它 index 的012了，所以取代3，对，它会跳过去3。这个是没见过这样的写法。再来这个就是将我们的 point x 去乘以 0.5， 下一个是我们的 dimension。那这边建议我们直接去看他的文章，那我们去看一下他在写什么。我们一个 grid 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它是可以3维的，然后一般 plan 2维。这边的 dimension 的维度特别就是在讲 pop 这种东西的概念哦。先摆着。这边应该是在跟你讲说，我一个图形拿去 copy 之后，它这个 dimension 的数值会是长什么样子。那么先不管它，我们就先复制完，先拆开来看看它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你会发现这边是没有东西的哦，它没有显示后面这个 dimension 的开头，所以它用了一个 mathmix 的方式去显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把这个东西给藏起来的。它多了一个底线，感觉就是会把你在一般显示的方式给隐藏。我们试试看，还是没有办法，它还是会隐藏起来。所以它就是将进入的 point 的这些隐藏的这些性质 i u c y i 的话，它这边写的是点的，以这个图来看 ，index 012它的这个 i 值是0、3、4、5，所以你就会知道是它 copy 出来的序列。我们随便拉个3就知道了，3这样3个就会是6、7、8，就012，所以没错是长这样。那我们改回去。那这个 cy 呢？这个 u 是 normalize 的0到1，所以这2个如果是1的话看不出来，我们拉成3，你就会发现是0、0.51，就会是我在整个序列里面当中的第几个。所以这个数值网上查得到吗？是有的，只是有点是 built-in attribute， 它是建构出来的。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值特别给叫出来哦。
没有，它没有办法从这边这种节点看到。第三个呢，它是一个 CY， 也是一个 normalized 的，就是它是可以被，这是一个可以被周期性循环的一个数字哦，就是它给的数字不一样啊，起始点不一样，所以是 cycle， 它 CY， 然后这个 U 是 for normalized uniform， 应该是吧？这个 I 就是 index， 目前可以先小记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官方的解释，我们看一下官方怎么去说这个东西哦。它有一个 number of dimension of this input of the input， 然后有 size 跟 column 跟 normalized 的 column 跟 cyclic 的 column， 差不多这边解释的算是蛮完整的。那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个 dimension 的统计，这个 dimension 有2维，你原本的这一个原始的它只有1维，那你 copy 之后它就会变成是2维的哦。那它再 copy 一次呢，就会变成是有3维的，那数字就会是3乘3乘4个点，以点来做计算的话，那它也是把它列出来，就会是长这个样子，会有 dimension 的1跟2，1、2维的数值是多少？所以这个在做操作的情况下，哇，是对点的操作是非常非常非常方便的哦。你可以知道它是复制第几次的角色跟第几维度所产生的序列都是有的哦。它有点感觉像可以取代 LSystem 相关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去做操作会比较方便一点。再来，它是一个立体图形去一个圆去解释它两维坐标这个数值的关系，像是它用个 U， 也就是 uniform， 我们 normalize 的正规化的数值，把它当成是 color 的 R 的位置，所以你 X 轴它的复制就会是这样，0到1，好像不是，当然是这样，转一圈的0到1，逆时针转一圈，然后同样的这一个节点，它是取代 G 绿色的部分是第2个维度1，这边是0，那它这边用1，第2个维度就是从下到上哦，所以是一个简单的跟你解释这一个图形的维度是透过第1个维度是转一圈，第2个维度是从下到上，所以我们这边道理来说应该是可以改一下它的这种编排方式，去观察它的维度的长相哦。如果是改 triangle， 没差。今天下一个是我们有一个3维的范例 ，R 是第1个维度，然后 G 是第2个维度。它的这个范例讲的是这样 ，B 是第3个维度，它在这样做解释。所以这里有个圆，然后这有一个有一个 template，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它 copy 它往 X 轴方向移动，去复制4个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如果你是第1个维度，也就是本身这一个图形 circle 它的它自己本身 RGB 的话，放大来看就可以看到是我们刚刚看想的一圈圆形绕一圈逆时钟从0到1的长相。那第2个维度就会是这个 copy 从左到右的这个维度。那第3个维度会是什么？第3个维度会是我们的这一个 template 它逆时钟方向的维度，所以也是从0到1。所以它的 template 是在指它复制的 copy 按照什么样子在做 copy， 它会先它的顺序是1、2，它的顺序会是1、2、3，这是第3个维度，所以就是你自己本身的逆时钟，然后这一个复制方向的这个方向是2，然后第3是你 template 你要照着什么样子再复制一次的这个 template 是3，所以我觉得这个维度应该降下来比较好理解，我们降成3个好了，这样不是圆的4个好了，4个比较好理解，这样，然后把距离拉长比较好懂。所以就是它的第4维度是从这里1、2、3、4这样逆时针，第三个维度1、2、3、4这样，再来是如果把它这3个维度给它做分配，也就是我把第1个维度当 R， 第2个维度当 G， 第3个维度当 B 的话，就会产生这个长相。不知道可以干嘛？这边给一个更高维度的东西去做范例，就是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讲过 ，Grid 是一个3维的可以做出3维的东西，它只要把 slice 调高，就可以切出立体的这些点。那它做的事情呢，是这边有一个圆，依据这个圆再去做 copy 的 template， 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就会是个4维的图形。那个4维的图形，我们再复习一次，就是你本身自己图形的 x、y、z 就3维，
再加上你这个 template， 哦，它这边没有给它向量，如果这边是取2的话，就会有5，应该是会有5维出现才对哦。哦，对，会有5维出现，我们先不要那么复杂，我们先 copy template， 那就会是它只有一个的情况下，就只会来到我自己本身这个图形的 x、y、z 自己先跑3维，然后这边没有，所以就是1、2、3，然后这个图形的逆时针4，这样4维，它的4维是这样，所以它把这个颜色塞进去，把第一个维度塞进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想的对不对？第一个维度塞进去就是单纯这个图形的 x 轴的维度，所以你每一个 x 轴的图形的维度再去复制，那它8个图形的长相就会长一样。再来是第二个维度就是 y， 那跟我们刚刚想的一样，就是你单纯这个图形的 y 值去做0到1。再来是 z， 不一样，它这边直接跳了，这个是那这样好吧，0、1，然后这个是直接跳3，让你看第4个维度，这个 copy 的 template 它的维度是从逆时钟这边0、1、2、3、4、5、6、7、8这样转一圈，对，所以这边跟你讲它是4维。严格说，我们来试试看5维会长什么样子好了。5维的话，就照理来说，这个会改变，前面2个不变，前面2个是单一图形的。依照我们的概念的话，它这里是1、2、3，然后刚刚这边是0，所以这边是5，这边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把这里如果改成是第4维，这里刚刚是4嘛，所以我们今天改这里是4，这边就会是第5维，它应该会这样才对。所以我们复制个2个就好，不要太复杂，不然脑袋会炸裂。拉远一点，我们拉 x 轴。拉过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第4个维度，刚刚的第4个维度本来应该是这个 template 的旋转的，那它现在被我们分成2个，所以就会是这个是1，这个是0，所以它的颜色就会被 color 化，变成是红色，然后蓝色，也就是右边这边是1，左边这边是0，所以我们要再拉一个出来，去看它第5维度的长相，就会是刚刚的图形被 copy 成2个而已。这样子，然后这边显示是5维，大致上是这样，蛮重要的。后面的这几个单元都蛮重要的。最后是一个 POP 跟 SOP 的比较，他请我们去看一下他写 Notion 的文件，哇，蛮直接的。这边有点太多了，就自己看吧，就这样。